Hello， 各位爱编织的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爱织的频道，我是艾芙琳。万圣节淘气小伙伴大集合！万圣节快到啦，想要过节，但又不想装扮得太夸张，这几个小伙伴拿来当成法式或者别针，也能让人感到万圣节的气氛哦。我比较想要罐罐陪我过节。对啦，记得订阅爱织的频道，还有按赞加分享哦。呀，瞧我扮成狮子王，嘿嘿，吓到你了吧？这一集艾芙琳和无糖将跟大家分享如何运用减针及加针在球体上做变化，勾出万圣节的小伙伴。我也会把文字解及图解放在影片中，大家要仔细观看哦。是小幽灵耶！小幽灵需要准备的材料如下。首先，我们用白色的线环起6个短针，接下来从第2圈开始，我们就以螺旋方式钩织上去。螺旋钩织方式在我另外一个影片里有介绍，大家可以去参考一下。第1圈到第6圈，我们依照之前所介绍的球体钩织方式进行钩织。美式的文字解以及中式的文字解我都会放上来。第7圈到第13圈，我们每一圈都不加不减的钩织36个短针，图解在这边。因为小幽灵没有脚，所以有的形象是底下像裙摆，而我这个小幽灵的脚是渐渐缩小的。要怎么制造这个效果呢？就是有一边让它减针，而另外一边让它加针，慢慢的往下收拢。大家看这边就是运用到了很多减针，而这边是加针，这样子小幽灵的尾巴才有往旁边偏的感觉。这是第14圈到第17圈的图解，大家可以看到每一圈钩织到中间的时候，我都有做减针，而在头尾是加针。第14圈开始，也可以慢慢的将棉花填充进去。最后，小幽灵的脚就要慢慢开始收了。第18圈到第20圈，就是将这个小幽灵的尾巴慢慢的收起来了。第20圈引拔之后，要留长线缝合。最后，小幽灵的尾巴是有一个很长的开口，我们就用刚刚留下来的长线，将这个开口进行缝合。我们再取一次线段做小幽灵的手，你可以用一般的方式，先起3个锁针，第2行再钩3个短针。我用的是基础短针起针法，它的方式是先钩2个锁针，然后钩针穿进第1个锁针里，拉出线圈，钩1个锁针当基础锁针，再一次引拔所有线圈，这样就完成1个短针了。再一次钩针插进基础锁针，钩1个锁针，再一次引拔所有线圈，这样是2个短针，以此类推。我们钩3个短针当幽灵的小手。我们可以把结尾引拔断线时所留下来的线头穿回到第1针，刚好可以利用它缝合到小幽灵的身上。最后，我们将这个小手缝合到小幽灵的身上，而缝合时你可以自行决定小幽灵的尾巴是要在左边或者是右边。最后可以把这个线头给藏好，用黑色的不织布剪2个小眼睛和1个小嘴巴。哇，这个幽灵也太可爱了吧，忍不住想要逗逗它摸摸它，一点都不可怕呢。是僵尸，这个比较可怕。不用怕，无糖，这是自己 DIY 的。我们来看看需要哪些材料吧。我们先环起6个短针，第2圈以后，我们一样以螺旋的方式进行钩织。而为了让僵尸的脸颊看起来有消瘦的感觉，我们在第4圈以及第5圈以不加不减的方式钩了2圈。而头部的上方，我们就慢慢的加针上去。加针的规律就按照一般球体的钩织方式。而第17行，我们引拔断线要留长线缝合。在收口之前，我们也别忘记要填入棉花。
我们利用这条留下来的线，在僵尸的脸颊两旁来回穿缝，制造出脸颊凹陷的效果。最后用不织布及黑线做表情，再取棕色的线拆成1股或2股，像这样以随意的方式缝合在僵尸头上。不过这个僵尸看起来有点 lonely 的感觉，我准备帮它加上一朵泡芙花，让它看起来呆萌呆萌的。我们先钩花心，环起之后起2个锁针。我们先钩6个未完成的中长针，就是绕线穿进线圈，再勾出线圈，如此反复6次。最后一次引拔所有线圈，然后再锁1针，再钩2个锁针，再回到线圈里引拔，最后断线，把底下的这个环收紧，花心就完成啦。泡芙花的图解在这边，你也可以依照你的喜欢更改颜色哦。这个泡芙花也常常应用在很多地方，可以拿来做发夹装饰，很可爱哦。我们任意在花心的边缘引下一个颜色的线，先锁1针，然后再进行接下来的钩织。每一个花瓣是先2个锁针，然后再钩3个未完成的长针。最后一次引拔所有线圈，再钩2个锁针，回到花心上面引拔1针，这样是一个花瓣。我们总共要完成5个花瓣。我们可以利用钩针在花瓣的正面这里，将这些长针挑一下，让花朵看起来更立体。花心也可以挑一下，再将它缝合到小僵尸的头上。这样可怕的僵尸是不是看起来更俏皮一点了呢？还有其他的小伙伴在下一集，大家要锁定爱知的频道哦。是的，感谢您的收看，喜欢的朋友记得订阅、按赞、加分享，开启小铃铛，还有问题也留言让我知道哦。下集见，拜拜。